不行，我们家小娘子没发话，谁也不准拿走我们的东西。带下去。住手！朱嬷嬷，这里是藕园，他们要进小娘子内室，要拿走小娘子的妆奁，里面还有小娘子的嫁妆呢。不过一个文书之女，能有几个嫁妆？朱嬷嬷要拿走我的妆奁，这是为何？郡王爷与你的犀角簪，那是御赐的贡品，你说丢给旁人，便丢给了旁人。若是流了出去，你便是多长了几个脑袋，不怕问罪。郡王府却丢不起这个人。朱嬷嬷，妾虽为妾，贵贱虽殊，人则一也。郡王爷还没发话，你就带着人大张旗鼓的来声讨小满，这是要下郡王爷的脸面，还是要把我赶走？你也是，朱嬷嬷是王妃的老人了，有的是牌面。妆奁里大部分的确是郡王爷所赐，朱嬷嬷要拿，小满拦不住。可若是动了我娘家的嫁妆，公堂之上自有小满说理的地方。走。哼，反了！这丫头竟变得如此刁钻。怎么样？我刚才给你长脸了吧？长脸，小娘子终于硬气一把了。唉，如今是我做错了事情，或许在府里会举步维艰，即便他们要休了我，我也无话可说。倒是你，千万不要再和他们硬碰硬了，知道吗？到底怎么了呀，小娘子？今儿一早郡王爷就走了，也没等你。你们是不是拌嘴了？哎，没事儿，好着呢。反正不管结果如何，我都不会让你受委屈的。走吧。小满，快跟我走，出大事了！李师兄看来管了我不少家事啊。你究竟是大内的李皇叔，还是朝堂上的监察御史李相公？我是你的师兄，既然是你的师兄，闻道便有先后，就应当让你知道，何为君子有所为，有所不为。你觉得我是君子啊？赵小倩，这里是吴江，不是汴都。既然是吴江，谁能管我？我告诉你，不过就是一个玩意儿罢了。我便是3文钱把它卖了，讨自己一个欢心。你又如何？君子。郡王爷若执意如此，3文钱对吗？谢氏小满，李肃愿求。走。卖给你，虽然只是个玩意儿，但李师兄未免太高看本王的胸襟了吧？我即便就是卖给土狗辈，也不会是你，知道吗？3文钱，谢小满卖给你，明天带钱领人。可是我废什么话？白送你完爷这么多话。赵小倩。就是要把你卖了，你又如何？
没有？杨山长，请诸位老学斋移屋。谢小满与我家签了契约，我想卖便卖，与你们有什么关系啊？谢小满不仅是你的妾室，亦是白鹿书院的学生。你这师兄做的真不错，管闲事管到学生的家事了。你的家事我管不着，但郡王爷要卖人，从文想买，何错之有？你想买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白鹿书院传道授业多年，育才甚多，上有宰执之大才，下有抚民之能者，能常怀忧民之心者亦甚多。你们呢，在争什么？近日天气炎热，老朽年岁已大，不免想起一些往事。当年大内夏日，孝节烹茶，汉晨戏水，难得闲适。想来再过几日就是孝节的生辰了，老夫倒是差点给忘了。不要提他。我记得孝节去世那一年，曾与你讲茶道，讲旷达二字，学如已翻尖触角，松风忽作谢时生，苦尝味意尽3碗，坐听荒城长短更。旧时你的茶道最好，如今怎么糊涂了？既然有卖便有买，从文议价而得，君子旷达，便是卖给他，又如何？说了不要提他。你们一个要买，一个要卖，有谁曾考虑过我的感受？是，我是郡王爷的妾室，可我更是一个人。我不是草芥瓦砾，更不是你们可以随意买卖、随意丢弃的。郡王爷莫要忘了，我们的契约是有期限的。你把我当成一个玩物，可我却不能把自己也当成一个玩物。小满是书院的学生，也是山长的学生。学生有难，还请山长相助。你以为你是谁啊？就让山长来帮助你？你是觉得自己课业好，还是拿了什么文武第一，考了科举得了进士啊？怎么？郡王爷觉得只有男子才配得上读书，才配得上学生这个身份？山长，这过5日便是书院的马球赛了。既然郡王爷觉得我不配在这里读书，那我便要为自己证明。小满虽是女子，但文也要得第一，武也要得第一。学生愿意参加此次的马球小测，若这次小测得了甲等，烦请山长助小满赎身，请山长成全。谢小满，好。既然金女阁的娘子们对马球如此的看重，那山长还得仔细点才好。学生愿助山长帮助静女阁的娘子们考一考这马球。山长，既然要考，那便大伙儿一块儿比，看看是你甲等还是我甲等。5天之后，我们跟鹿鸣阁比马球。大家都是女子，我连马都没碰过，怎么打马球？是如此，没错。事情本来就是郡王爷与小满的家事，我们若是贸然参与，只怕也是不好。对呀，
大家都是女子，难道小满被人卖了，还真有人高兴不成？这世间本就对我们女子有诸多不公，难道我们连自己人都不帮了吗？要帮你帮，反正我做不来。光顾着和他赌气了，哪知道他根本就是长在马球场上的。都怪我就是乡下脑子，笨得要命。小马。对了，师兄，你之前的事情解决的怎么样了？解决了，我的事你别操心。既然燕娘这么做，你的事本就该由我来负责。你是我的师妹，亦是静女阁最用功的学生，我好歹算你半个先生，绝不会对你不闻不问的。你放心，赵孝谦他暂时动不到我，你李师兄也不是白衣书生一个。小满，先生，你的事我已经听说了。学生给先生丢人了。怎么能说是丢人呢？你身为妾室，本就命不由己。听闻你在老学斋要与郡王比马球。其实我连马都不太会骑，就是一时上头了，请先生见谅。如何见谅？既然命运已然不公，对此妥协，就是对自己的不公。孔子将女人与小人相提并论，那身为女子，便更要时时刻刻以君子之道来三省吾身。说过的话便要做到，自己的命也要自己挣出个前程来。但求无愧于天，无愧于地，更要无愧于己。你可知道？敢问先生，何为无愧于己？昔日父好带夫君征战沙场，平阳昭公主镇守天下雄关，他二人皆为仰仗父兄。世人常言，女子如藤蔓，攀附乔木而生，这乔木便是父兄子嗣。但我天下女子与男儿又有何真正的区别？区别便在于女子不争不敢，以为顺从便可日后顺遂，可顺遂与否，皆掌握在别人手中。嗟来之时，食之无味。天助自助者，今日倘若你为自己站了出来，那日后便是失败了，你也不会后悔。可今日你若是退缩了，妥协了，那你的命便不再是你的命。先生的意思是让我去争取自己的命运？得道者多助，失道者寡助。倘若你心性坚定，你便是道。学生明白了。先生有大胸襟，大气魄。我先去看一下他。小满，诸位小娘子，我知道，也许诸位小娘子们都在想，谢小满到底怎么了，会被郡王爷厌弃，甚至到了发卖的地步。其实我也想知道，究竟怎么了？谢小满会走到这一步，今日我也不怕大家笑话，就全说与诸君听。我曾想一辈子生活在渔阳里，农忙时种种桑树，农闲时读读书，嫁一个好人家，好好的过日子，一辈子平平安安就好。可是这个世道偏偏对女子十分苛刻，我也不瞒着大家，当日我的确与郡王爷共处一夜，那是个意外。可是我这一辈子因为这一夜就全都变了。
现在的世道，女子在家从父，出嫁从夫，夫去了又从儿。我一直喜欢读书，因为读书可以明理。可是若是我连自己的命运都不能掌握，明理又如何呢？若一直生活在女界中，恐怕只会越活越痛苦罢了。我们女子，哪怕如我是个妾室，又或是个女使，甚至是小章台里那些姐姐，我们不是玩意儿，不能被人揉扁搓圆，扔来扔去。我们读书又是为了什么呢？自从进书院，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。如今，我似乎也想明白了一些。也许就是要这般痛苦，这般苦难，我们才能想明白，我们也与男儿一样都是人。我不怕与谁斗，我只想谢小满这个人有尊严地活下去。今日拜托诸位的，不是同窗谢小满，只是一个女子谢小满。我帮你。天下女子皆苦，我们可不是什么头发长见识短的妇人，也让鹿鸣阁那帮小子见识见识，咱们也能堂堂正正和他们打一场马球。送我一个，也送我一个，送我一个。我们也帮你。当然，我也帮你。哎呦，赵小倩，你说你这是干嘛？大家都是朋友，这以后见了面，谁脸上过得去啊？靖女阁那边已经答应小满了，可即便是这样，他们赢的可能性也很小。你不该这样。是啊。哎，汉臣，不要让自己后悔。我已经后悔了，后悔自己娶了她。上！吁！师傅，臭小子，你有哪根筋不对啊？过来找我，是来喝酒呢，还是来射箭？这一箭射得很有决心嘛。可你这3天2头的往我军营里跑，意欲何为呢？是想加入我雄阶营，还是继续蜗居吴江府啊？师傅都听说了。那可不，小郡王要卖妾室，这吴江府谁人不知道啊？那师傅觉得我该怎么办？刚教你骑射的时候，我就跟你讲过，男人若志在山河，必须有大雄心，有知我法，2丈俱生。行军者最忌我知，你若志在山河，那凡事便须有所取舍。师傅的意思是让我放下？男人嘛，拿得起放得下。你若想走出这小小的吴江府，那么在此地就不能有任何的眷顾。员外可助我脱籍？当然。那叶娘愿嫁，希望员外不是骗我，以正妻身份娶我进门。你当真是答应了？叶娘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对你好的。
我保证绝不再娶妾添枝。等你的吉气下来，我要堂堂正正让你做我的正头娘子。严知府，祝行首托疾一事，您必须助我。今天沈小娘子又递帖子进宫，说是要面见圣人。哼，这1个月内都递了多少次了？怕是又是为了那巨鹿郡王的事。我就不明白这沈尊府是怎么想的。赵孝谦在吴江纳了妾，一点脸面都没给沈家留，他却还想着把令娘嫁给他。哎，只怕是令娘自个儿忘不了。您忘了，令娘和小郡王自幼一起在宫中长大，官家又曾经对2人口头有过婚约。小郡王闹这么一出，便都已经是满城风雨了。这令娘宁愿折了面子，一点也没松口，只怕是不愿进宫伺候官家吧。令娘姐姐要进宫。皇上驾到！免了。昨儿孝泽还说呢，他这孟子啊，都快背得滚瓜烂熟了，也不见爹爹来考校。在写什么呀？这句“古之人愚民谐乐，故能乐也”，当作何解啊？说的是周文王修建灵台，对百姓们说：“你们慢慢修。”百姓以为是文王关心，就修得更加卖力。然而等到完工后，周文王却在灵台里享受。百姓才知道，只是周文王一个人要在里面享受，所以这句话说的是文王要与百姓一起。愚民谐乐，是说君王要广施仁政，与百姓休戚与共，共享欢乐。读书还是要再扎实一些，万不可管窥离侧。昔日汉臣读孟子的时候，那可是下了死功夫的，不仅要熟记，更要参透其意。好好向哥哥学习。知道了。中书省又送了很多折子，朕就不在这儿多耽搁了。后院的桂花要开了，你们娘俩得空去瞧瞧吧。不必送了，陪太子温书吧。恭送陛下。儿臣恭送父皇。皇后娘娘，这沈小娘子的事，不见。进不进宫，哪是他说了算的？圣人想让咱们令娘进宫，
那不是毁了咱们令娘吗？那官家都多大了，咱们令娘才多大？不行不行，我嫁给你不是为了让我闺女受苦的。我不管，你进宫跟官家说，咱们令娘已经定亲了。定什么亲？他赵小仙在吴江府直接纳妾，这是打咱们的脸，也打令娘的脸。你都当了这么多年的诰命夫人，你怎么连这点都看不懂？圣人为什么不肯见令娘，知道吗？圣人已经决定把令娘带进宫去了，但是现在宫内的情况复杂，张贵妃和圣人争宠，却膝下无子。圣人手中掌握的是太子，而徐相又攀附着太子，这汴都的势力错综复杂。明年咱们君父就要回来了，圣人的意思是让咱们沈家提前安置好。你不让令娘进宫，难道让她去东宫啊？那你的意思是，要我的令娘给你们沈家铺路了吗？我们是簪缨世家，不是泥潭里爬上来的无名之辈，我们摔不起。还有最后1刻钟了，大家千万不要放弃，一定要坚持住。虽然鹿鸣阁那些人都是长在马背上的，但是咱们千万不能输。小娘子们今日的恩情，小满都记在心里了。待来日，若是小娘子们被这个世道不公以待，小满一定第一个站出来。要不，我们一起背首《木兰辞》吧，壮壮气势。好。唧唧复唧唧，木兰当户织，不闻机杼声，惟闻女叹息。阿爷无大儿，木兰无长兄。愿为师鞍马，从此替爷征。朔气传金柝，寒光照铁衣。将军百战死，壮士10年归。雄鹿角扑朔，雌兔眼迷离。双虎傍地走，安能辨我是雄雌？敢问姐姐，这府中是怎么回事？谢娘子，那个，我还有事没有做完，我不知道。哎，驾！大仙，离近点。哦。再试一次。怎么回事？他在干什么呢？今天下午他买了几本马球书，估计这会儿正练着呢。